手举起来。靠上！我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了。报告，换进去啊！不好意思，真的有点大风。少奶，你也来了。他是罗一凡的指定律师，让他进去，让他进去。谢谢。大风，可是我现在只是实习律师，不是正式律师。知道？难道你不想上去搞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吗？那现在就什么证据对他不利嘛？所以在没有更有力的证据出来之前，法律上他就是头号嫌疑犯。法律，可以不要跟我讲法律？安静！法律什么？你们两个到底在吵什么？年份，你应该知道，以你跟嫌疑犯的关系，这个案子你不能再碰了吧？我是收到罗一凡的报案电话过来的。你来得挺快的吧？我不快，犯人都跑了。好了，这边我已经掌握了，你们先回去吧。小将，是，到位距离。罗一凡现在涉嫌重大哦，跟检察官申请羁押禁见。是。这不是罗一凡，不是我。郑军，你让我进去看一下嘛。不要为难我。I'm on my way， 未来在悬空，哦，想学会宽容，也许会海阔天空。I'm on my way。Damn right，I'm on my way， 不再思考够不够前卫。I'm making moves， 忘掉那些流言蜚语，你值得感到骄傲，说声 Hell yeah baby。我曾经想要做的 I did it， 连那些恶的梦也做了。Damn it， I wake up， 烦恼不止放得快，得放下那些包袱，放下物质上的 life。愿你在那山的那边，那是不一样的 vibe。I'm on my way， 时间在流动，哦，想学会宽容，也许会海阔天空。I'm on my way， 凡事的春夏秋冬，也来去匆匆，雨后太阳有彩虹。I'm on my way， 多少次无所适从，还是坚持不回头。I'm on my way， 我面带笑容。I'm on my way。你好，我是珊珊好朋友，我想要来帮她上个香。这里没这个人。你是珊珊的姐姐吧？珊珊已经死了，不管你是谁，请不要再打扰我们。你怎么会有我们家地址？我是珊珊学分班的同学。我叫赵楠。浪费钱！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啊？要不是珊珊希望可以达到你们的期望，她会像这么认真努力想要考取正式律师，好迎合你们对她的期待吗？所以呢，他考过几次？他有时间去当直播主，他为什么不认真准备考律师？现在发生这种命案，怪我们。当直播主怎么了吗？他不就是好好的生活，想要为自己赚取生活费还有学费吗？他高中离开家里之后，请问他有回到这个家跟你要过1分钱吗？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很怕你。赵小姐，可以请你不要这样跟我妈说话吗？你想要吊唁我妹的心意，我们已经收到了，你请回吧。可是你们没有灵堂哎，灵堂在哪里啊？连一张珊珊的照片都没有。不是再怎么恨自己的小孩，人走了之后，所有的恩怨不是应该就一笔勾销吗？你知道他有多在乎你吗？
他觉得在外面受到超大的委屈，出了超大的事情，他都不愿意回到家里面跟家里讲，只因为他希望可以很成功的出现在你们的面前。讲这些有什么用？就这样。我妈个性比较低调，不希望被打扰。要是晨晨知道他走之后，你们家是这样的反应，他会有多难过啊！跟我来。这他的房间。我有听他说，你们爸妈比较疼你。我不知道珊珊是怎么告诉你的，但这个房间从他高中毕业离开之后，到现在，我妈还是会常常偷偷进来打扫。你怎么知道？窗帘有时候是拉起来的，有时候是拉开的。虽然他不住在这里，但这个房间总是一尘不染。其实从很多小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我妈一直都很希望我妹可以回家。这是他幼稚园的照片，对不对？小时候好可爱哦。有你们的合照吗？小时候我长得比较高，他说跟我站在一起会很自卑，所以就没有跟我合照了。其实你应该还是很爱你妹。我妹离开家里之后，我爸非常生气，甚至气到生病，肺腺癌末期，根本救不了。我妹一次都没有回来看过我爸，甚至连最后的告别式都没有出现。我妈又要怎么原谅他？我不知道，原来他个性这么强。你哪会有闲来遮？你毋是咧无用迄个一环的 case， 还无用淬查，还是安怎啦？我想要求签。神啊，还是佛祖，不管你是谁，罗一凡那么尽心尽力服侍你们，你们不会不救救他吧当每颗心开始冻结，我只能安静看着，把我征服给整理 once again。无路可惜见催生，寸步如顶万里停。彼此怀疑无相信，手中思义一浓情。什么意思啊？就是讲吼，这世间事啊，安尼吼，吵吵闹闹啦，吼啊，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吼，唔知影啦。啊，神明有讲哦，彼此若家己吼无信任啦，这件代志的结果一定是土土土啦。应该是安怎做？答案已经伫你的心肝头啊啦，啊！谢谢兄爷，
超暖，我拜托你帮我们家老大，我拜托你。你不要跪，你不要跪。对不起，我每次都叫你暖暖包，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啦。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法院要怎么判呐。现在很难说。如果强奸案成立，法官又觉得一凡是会畏罪的杀死珊珊，那会怎样？最终很可能是死刑。死刑？那怎么办？我们要想办法，快点！我们有5天的时间可以提抗告。我会替一凡写一份书面报告去申请提抗告，如果抗告成功，就可以回到地方法院去开羁押庭。走了，我拜托你一定要帮我们家老大辩护，我拜托你啊！可是我不行，我还不是正式律师啊！不管了，只有你能帮我们啦！拜托！拜托啦！那可以先从赡养费那边开始谈。你们肯定在讨论，不好意思。没关系。我想要求你帮我一个忙，我需要到看守所见罗一凡一面。现在只有你可以申请跟他见面了。我知道你现在都还没有跟他正式提出解除委任。你为什么还要见他？所以你相信他没有犯罪？我希望可以听见他亲口跟我承认这件事。杀人犯会承认他自己杀人吗？罗一凡会，如果这是他做的话，他会勇敢面对的。这就是你还不接受我的原因。这是2回事，我是相信朋友。你有想过珊珊家人的感受吗？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你是珊珊最好的朋友，你却盲目的一直帮杀人犯脱罪。你现在是要我怎么样？因为我爱你，因为我喜欢你，就接受这项委托？还是我要遵循我心中的正义，断然拒绝你？学长下楼。好，有些事情我想再问他一下。我再请你吃饭哦，谢谢学长。先强暴，然后再杀人，这么泯灭人性的事，你怎么做得出来啊？人家传讯息给你，是想找你谈，没想到你就失心疯把人杀了。你不怕下地狱吗？我没有强暴，没有杀人，你们可以对我测谎，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现在阴道上有你的精液，刀上也有你的指纹，你怎么赖都赖不掉。是有人栽赃我。罗一凡，罗一凡干嘛？罗一凡，罗一凡，不要想打我！罗一凡，冷静一点！罗一凡，不要冲动，冷静一点！罗一凡，你老实说，法官会轻判你的，冷静一点，罗一凡。你怎么了？像没事，他刚想袭击我，没事。有什么事我在旁边。谢谢学长。
楼啊，在点当楼见朋友比较有礼貌啊。这里是哪里啊？干嘛？这地角呢，就是朋友店第6店呢。你真正是人，来这里的亡灵不会有痛觉啊？是吗？你用问的就好，干嘛用打的啦？我是有听过通灵的人可以看到我们的世界，想不到有人可以来到我们这里。这些人在干嘛？他们带着当楼啊，要进去里面见店主啊。店主呢，就让他们留在里面和生前的朋友碰面。有的呢，跟朋友的很好，也有亏欠朋友的。你有看到那一篓青烟吗？那就是有人真心忏悔，亏欠朋友太多，最后被打成一缕青烟，永远化成灰烬。那我也想买一点蛋肉。你身上有现金吗？现金？冥纸啊！我哪有可能会冥纸啊？还是可以刷卡。不然你把你姓名地址给我，我回去烧给你嘛。我可以烧很多嘛。可是你这样笑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啊？这里是朋友店，那我会不会有机会可以看到珊珊？来，慢慢走。让我进去啊！珊珊，可以出来吗？我是你的好朋友，这里是朋友店，我不会害你的。你告诉我谁杀你的好不好，珊珊？进来了。珊珊，珊珊，你在这里吗？珊珊，珊珊，你好吵哦！你是店主哦？你刚才在外面装模作样。你没有看到大家正透过冥想和他们的朋友碰面吗？你这样是在打扰大家和朋友之间思念的时间。那我想找刘珊珊。刘珊珊不在这里了，家人啊是她最大的羁绊，所以她还在父母店。可我真的很想知道是谁杀了他的。你别烦恼啦，人在做，天在看。倒是你啊，会不会想看阿嬷？我想看我阿嬷，她在你这里吗？你稍等一下，我试一下 play。阿嬷，他不在这啦，只是他之前来我这的影像。你看，他是不是跟他的好朋友在梦中相见？阿娇啊，你好无？我足想你的呢。你哪拢无来我的梦中，甲我相见啦？拢好，拢好。伊烦的，伊有怪快无？身体有勇行无？伊哦，有啦。你放心啦，我会好好甲照顾吼，袂互伊受委屈啦。我上烦恼的就是伊。所以才不敢去帮你，甲伊见面。我就惊，伊会想袂开的。我无希望伊安尼搁来挂念我。
凶的。啊，安怎啦？你互我拜托一下，你替我好好照顾伊完好无？好啦好啦，我会吼，甲当做敢若我家己亲生的安尼吼，甲惜命命啦，吼。多谢。我这阵啊，就是甲朋友之间全部砍掉掉，感情成为朋友之间彼此的羁绊。会当我 play 一届哦。好，我这道给你一个service。play， play， 歹势，我想有点仔故障呢。没有比我 play 一届啦。紧嘞，我想有卡条的，你看拢袂叮当，无你当做咧看相片，安尼嘛袂歹啊，有无？来当阿妈安尼有无？无啦，相片阮兜有啦。你 play 互我看苗比，拜托啦。啊，你试着无反应啊。不是无食饭，你有互食饭无？那会袂当 play 啦？有啦，因拢嘛有摕档落来啊。上前，坐。魏凡，你怎么了？他们有请求你吗？他们说是我先激动的，他们在压制的过程中撞伤的。你可以告他们。觉得检方和法官会相信一个已经有罪的人，还是相信维护正义的警察？那侦讯的时候有录影吗？不重要了，反正至少我还活着。我有问题想问温伟人。温伟人，你有没有找到什么新的证据或者是线索，可以摆脱我的罪嫌？今天主要是来陪赵暖，还有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我恐怕不能带你们去试了。我必须接受你为人，所以还是不相信我。对。你没有杀真山，对不对？你相信我？我相信你。谢谢你。在所有人都不相信我的时候，只有你相信我。不止我相信你啊，还有熊爷、美娟、阿武，我们都相信你是无辜的。你要有信心，我们都相信你。珊珊已经死了，你觉得有没有机会，利用黄昏的时候，让他来找你，然后问他凶手是谁？我试过了，没有看到他。上次我去地狱找我阿妈的时候，我已经被警告了。而且很多亡魂其实搞不清楚方向，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除非去他很熟悉的地方，不然根本找不到。还是只能靠自己找他。你相信天命吗？我相信老天爷这样安排，一定有他的原因。我一定会找到。
谢谢你，因为你我才可以进看守所看罗一帆，回去跟大家报平安。小事啊，至少我亲口跟罗一凡说解除委任了，这是我应该说的事情。我想请问，我现在除了去找公社辩护律师，我还可以怎么帮罗一帆？其实我很为难，愚公，我不想在证据那么明显的案子上继续打转了。可是我认识罗一凡根本就不会这样子啊！这是你认识的罗一凡，不是我认识的。更何况你以后是要做一个很棒的律师，你一定要用证据分析事情，不要再被情感勒索了，这样会失去判断能力，你知道吗？很多实证不也是冤狱，因为缺乏直接证据，草草了事，害很多人的一生。像是张国庆的案子也是啊，后来 DNA 检验成熟之后才还他清白，但他早就已经被枪决了。可是现在检验报告上面就是有罗一凡的基因残留，还有苏建和残忍的案子啊，他们不也是一直都没有直接证据，品牌被关了那么多年，但好青春都被浪费掉了。问题是珊珊在死前已经指认了，凶刀上面就是有罗一凡的指纹。那凶刀也有可能是栽赃的嘛？哎，徐毅，嘿，文哥，好久不见了。对，好久不见，嘿，都好吗？还不错，在哪？跟人介绍一下，这是徐毅，徐律师。你好，徐律师好。我不帮罗一凡，愚公就像我刚刚讲的那样。于是，我还是请了徐律师来帮你。在这个案子上面，我对你的感情有投入太多私人情感，我没办法客观。徐律师是很有经验的律师，一定可以帮你忙。省得你不要淋湿了。麻烦你了。不会。拜拜。拜拜。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工作吧。谢谢你，徐律师。你先去刘珊珊的住处附近，再看看有什么线索，然后我去找罗一凡签委任书，好准备向法院提出抗告。你谁呀？你是怎么进来的呀？我是刑事局侦查组的，我想问一些细节。我是想要请问，珊珊出生那天，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该说的我都跟警察说了啊！那天哦，真的很恐怖哎，那个凶手都杀红了眼哎！哦，我现在想起来，哦，都起鸡皮疙瘩，会做噩梦哎！你有目击整个凶杀过程？还是没有啦。那你还说什么杀红眼？啊，可是那天晚上我真的有看到凶手哎！我本来要去安亲班接我孙子下课，刚出门就看到他了，还有杀人凶手嘞！哦，还好他没有顺便把我给杀了。王太太，你通常都是几点去接你孙子的？我都是闹钟设7点呐，若是无去接伊我孙仔会好呢。谢谢。报案地点是珊珊家附近的公共电话，时间是晚上7点02分。那他有留下任何资料吗？值班的学弟说，对方自称是附近的邻居，就挂他电话了。可是罗一凡是7点才到珊珊家的。也就是说，凶手知道一凡到了，就立刻报案。有人想要栽赃他。刚刚偷看了一下调查报告，凶刀上面一凡的指纹，这点很可疑。他打电话跟我说的时候，说他清清楚楚什么都没碰，怎么可能后来傻了去碰凶刀？他最近有跟谁结仇吗？林水木。这林水木明明就已经全身而退了。要杀死珊珊的那个是一凡吗？嫌疑人罗一凡先前强暴刘珊珊，其后杀害她，恶行重大。为了避免他逃亡或是犯下其他罪行，在此请求庭上给予罗一凡继续羁押的处置。庭上，虽然远警郑军在刘珊珊住处逮捕罗一凡，并声称他手持凶刀，然试问，如果罗一凡先生真的有心杀害了刘珊珊，怎会让大门敞开且附近邻居皆未听到有任何打斗声？警方在案发当晚7点02分的时候，接到电话亭拨出的匿名线报，而根据死者房东郑月霞女士供词，她大约在晚间7点整的时候，看到我当事人罗一凡仍在刘珊珊的门外。若罗一凡真是杀害刘珊珊的凶手，报案人如何在短短2分钟的时间内，没有目睹现场的情况下，以最快的方式去报案？合理解释，
报案人早就知道刘珊珊已经死亡，而罗一凡就成了代罪羔羊，且报案人至今都仍未找到。那该电话将来可不可以成为证据，仍有疑问。我们在被害人下体检验出了嫌疑人的精液反应，不过他本人矢口否认，加上被害人指证莉莉，他们两人谈判不拢，罗一凡犯下杀机，这就是连带犯案的动机吧。庭上，请您再次审阅一下证据。检验报告上根据精液残留的位置均在表面，且被害人下体有明显被清洗过的痕迹。这2项基证都显示罗一凡残留的精液是被人用事后涂抹上去的方式栽赃的。为人科怎么没有告诉我，精液只残留在表面？庭上，我们还检验出了被害人他身体有多处嫌疑人的毛发以及皮屑，这都可以证明他们2个人曾经激烈争吵过。庭上，除了下体之外，被害人的胸部没有验出 DNA， 这有违常理。虽然环境或是衣服上都有些许罗一凡的毛发，但这是属于转移性证物，请庭上将这些佐证仅供参考。徐律师，徐律师，您好，您好。好的，没问题了。法官答应交保，限制住去候传。谢谢徐律师，真的很谢谢您。本来以为你只是人情帮忙，结果没想到我这么认真。车已经叫好了。回传出来了。那你今天在这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案件还在审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要休息，要休息，要休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谢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谢谢你们，谢谢。律师，作为刚刚律师，你相信当事人是无罪的吗？是的，我当事人是不正。所以他没有代表任何方案吗？没有，对，没有。请问审核的结果是属于合意性交吗？跨越了地平线好远，谢谢你，我没事了。这次真的还好有你。如果你真的被判死刑，我会从此再也不相信这社会上还有什么公平和正义。我真的很害怕会失去你。谢谢你。这次我才发现，我真的很需要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温惟仁跟你告白的时候，我很紧张，也很生气，我很怕你会答应他。我以前都不会这样。你答应他了吗？我根本就不想要答应他。那你可以答应我吗？去守护你的心，不自改变。I just second when I start falling apart， 我才更戒不着你记忆碎片。We kiss the flight, yeah, take me to the edge。感谢这种神明的保庇啦。一凡你讲一个。谢谢我敬爱的知府公众神。我相信因果循环，报应不守。你们一定会保佑我找到凶手，对吗？上次找男友来帮你上香，祈求平安。神明啊，你们有听到我的祈求声，对不对？谢谢你们帮我救了罗一凡，谢谢。
歹运过，好运来，火烧旺旺，长好运，煞气烧尽，好运来，牛顿乾坤福满门。来，干哈个？回到家的感觉真好，谢谢你们。我好饿哦！大家你去，大家你去。你咧干哈喏？你咧烘椒仔包，胃边啊啦！不电打怪你啊！啊，你伫内面因是无物件互你食哟啦。有啦，但是没有美珍煮的好吃啊。真的哦。而且我最近太衰了，我要多吃一点才能去霉运嘛。啊，熊爷，这个是给你的，啊，其他都被老大吃完了，拍谁啦？茶姐。哎，赵暖，最近有什么新的进展吗？你吃饱了吗？饭吃饱了。好，那就来聊正经事吧。一凡到珊珊家的时候，珊珊就已经死了，但是现场却没有任何的打斗痕迹，所以凶手应该是珊珊认识的人。这是报案的电话亭，警察局一接获报案，马上就到珊珊家了。所以我在猜，设计罗一凡的人应该是知道警察会刚好在那个时候在这附近巡逻。那会不会是凶手有暗示过警方，这附近可能会有命案？珊珊刚出事，警察就近保护巡逻也是有可能的啊。对，而且珊珊之前说她一直被跟踪嘛。但我那时候一直在想，是林水木挟持珊珊。落开哦，也无可能啦！阮做兄弟袂甲我讲白贼话啦。伊吼气是气伫心内啦，但是伊看我的面子吼，袂甲恁即个细碎计较啦。我是相信伊的啦。那会不会是珊珊的经纪人 David？ 不可能啦！而且珊珊被杀的那一天 ，David 7点才跟璇璇一起直播，怎么可能有分身？凶手从我在汽车旅馆的时候就准备设计我，会不会是我之前有得罪什么李明啊？其实哦，我一直有在一个个过滤那些追踪珊珊的粉丝啊。有一个叫 Jason， 一直很神秘，因为珊珊每次开网剧的时候他都没有出现，可是他出手很大方，珊珊只要一开直播，他就直接送一个全宇宙，一个全宇宙等于1万颗星星糖呢。全宇宙。我看去拜托大风好了。你要他帮忙什么？查 Jason 的 IP 啊，这样就可以弄清楚他的身份。老大，抱歉，我要先走了。什么事情那么急啊？啊，不是说好大家要一起帮老大去霉运，还要帮忙想案情啊？是啊，珊珊的追悼会要开始。我跟你一起去。不要怕，你就是来追悼的。你怎么还有脸来？信不信等下我们打死你？好了，各位，我们是来参加珊珊的追思会，不是来吵架的，好吗？各位珊珊的粉丝们，晚安。我是珊珊的经纪人 David。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珊珊的线上追思会。这可能是珊珊最后一次直播。在这边出现的，不再是那个可爱天真、浪漫活泼的珊珊了。而是寂静的一张照片，我们只能透过这张照片怀念他，再也不能看他直播，送他任何礼物了。我知道对于大家来说，他的直播就是我们的精神粮食。对我来说，何尝又不是呢？现在凶手
还不确定是不是罗一凡。但是如果真的是他，我希望他勇敢承认。如果被我们发现是你，那我们不会原谅你的。我今天来，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的心坦荡荡。这边有非常多粉丝送的花，还有很多的卡片。今天也来了非常多的粉丝，都来悼念珊珊。谢谢你们都来参加珊珊的线上追思会。有没有什么想跟珊珊说的话，都可以在这边跟珊珊说。照片怎么会在这里？珊珊女神，祝你一路好什么照片？那张团体照，我在珊珊老家看过。你现在是怎样？不是说好了要做 D Life 的吗？怎么挑这个时间点直播？珊珊是现在的新闻点，你这样搞，我怎么播啊？我今天上播的时候人数只剩一半，你知道吗？你是看不出来我在直播吗？这种追思会怎么做 D Life？ 你平常搞一堆 D Life， 现在怎么就不做了？文山，先准备一下，等下第一场直播。下午的时候先预录泳池，明天直播用。珊珊，啊，现在直播都还可以预录哦。当然啊，你这外行人不懂的。Kiki， 等下回去直播，我回去再跟你算账。阿武，什么是 D Life？ 就是有时候明明不是现场直播，是他们早就录制好的，然后假装是现场来骗我们这些粉丝。走。全是连董吗？哎，是。哎，你好，你好，你好，David。谢谢你啊，找他就对了。他现在是我们公司里面人气最夯的直播主，最终人数要突破70万了吧？哇，是啊，那这样有件事情要麻烦跟我们商量一下。现在是在骗我们吗？没空陪你，找我找什么？对。我们只是有几个关于珊珊案件的问题想要请教你。你是这么照顾珊珊，应该不会连这点忙都不帮吧？那你们聊，我先走了。珊珊遇害那天晚上，你们刚好做了一场直播，对吧？对，其实是 D Life 吧。不要以为我们这些老粉看不出来。那又怎么样？不关我的事哦，是他要我这么做的。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团体照？我跟他家人拿的。说谎。珊珊的姐姐说过，自从高中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到珊珊家找过她。说吧，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要不是你，珊珊今天也不会死。我跟他是国小同学，小时候他长得不太起眼，可是我还是很喜欢他，常常偷偷保护他，可是他都不知道。来，我们拍照喽！耶！再换一个，1、2、3。上国中之后，他读哪所国中，我就跟我妈讲说，我也要去那所国中读。高中之后，他读女校，我还是偷偷到校门口去看他。那段时间有一部特别红的偶像剧，叫我可能不会爱你，我就发誓我要做他的李大人。有一天他会知道我多么爱他，他会很感动的。后来他当了直播主，我去应征那间公司，
终于做了他的经纪人。天哪，你比我还要痴汉呢！谁知道罗一凡出现之后，突然发现他眼里没有我了。跟汽车旅馆业配的时候更夸张，他居然跟我说，他只要你，连我这个经纪人他都不要了。那既然如此，我也不用保护他了，维护他什么女神形象，还可以顺便把你除掉。我真的很聪明，对吧？我好聪明。你有病啊！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你后来怎么忍心杀他？你说你这么爱他。他如果傻傻跟着我就好，他如果没有离开我就好。强暴案之后，我去安慰他。文山，要走了，时间差不多了。David，我有点想离职。为什么？我开始不相信任何人，走在路上，我都觉得别人在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真的没办法每天装的若无其事看直播。这只是过渡期啊，不要太担心。过一阵子会越来越好的。还是你放个假啊，出去玩一下。反正你只要记得跟我报备就好。然后记得不要喝酒，免得别人又有机会。你为什么会知道我那天有喝酒？警察有跟我聊到啊。他们保证侦查不公开啊。警察说的话你相信啊？以前外出业配，不管开始结束，你都会传讯息问我进度状况。为什么这次汽车旅馆业配，我把你们赶出去之后，你就没有再关心过我？你是怪我这次没有保护好你吗？我只是在想，为什么你会放心让我跟罗一凡单独在房里工作？是你说你最相信他的啊。我其实那天没看到在背后伤害我的人是谁。就是罗一凡啊！你房间里不就你们两个，还有谁啊？我有点累了，我爸妈待会会来找我，你先走吧。他们怎么可能来找你啊？怎么不可能？你爸不是早就死了吗？而且那酒是我弄的。我也不想杀了他，可是他太聪明了。我现在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必要这样大费周章来解决罗一凡吗？他活该啊！谁要他还逞英雄？逞英雄？我就说到这。你这么爱一个人，我很难相信你会杀了珊珊。判我死刑，这样我就可以早点跟珊珊在一起。好，你不说是吧？那我们回警察局说。谢谢你协助办案啊！我的清白不靠你哦，反正我欠你的。你刚刚那张照片怎么来的？我从追思会偷的。我
觉得 David 刚刚没有把全部的事情跟我们说。我也这么觉得耶。如果 David 有回到汽车旅馆，为什么监视器没有拍到他？肯定是有人动了手脚。而且他说我爱陈英雄，我最近哪有陈英雄？天天都有。林水木的事啊。对，那件事。你终于承认你陈英雄。老大，你这样嘟嘴，我很不习惯哎。不要吵。提示我就没有做嘛，会不会这有可能是珊珊有什么误会？但旅馆的监视器画面从昨天白天到今天白天，看到一群人走出来，就只有你跟刘珊珊聊到最后。饭店已经提供所有的监视器画面，画面的时间是连续的，不用担心。之前大风说林水木的案子一直破获不了，怀疑警局里面有人内神通外鬼，每次只要一查就被通风报信扑空。所以你怀疑是？走，我们去分局。老大，那我呢？哎，你去找熊爷，然后叫他打听林水木现在在哪。我怎么有听没有懂啊？大鹏，你们承办这个案子的郑警官呢？别说了，我刚笔录做一半，他说这个案子是他的，把人带走。糟了，他很有可能是内奸。啊？连分，郑明凯的笔录才做了一半而已，怎么办？是 David 吗？对啊。大风，调一下资料，看郑明台跟郑军是什么关系。郑明台跟郑军。怎么办？我知道了，你也太不小心了吧？自己讲设计罗一凡的，你赶快帮我想办法啊！他妈的，我有叫你强暴他吗？我说设局，设局，你就拍个裸照威胁他就好了。结果嘞，你还情不自禁强暴他、啊，真的不知道我要羡慕你还是杜拦你？都罗一凡啊！明明每天都是我在陪他。每天啊，还真的是每天哈，从小到大，啊。这家伙从小学就开始暗恋你，这件事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吧？他知道你当直播主之后，就特地去你的直播公司应征，你应该也不知道吧？他叫郑明台，不是什么汪大卫哥。这样吧，如果你早点接受他的心意的话，现在就不用那么痛苦。安静！安静！你他妈给我安静！你他妈给我闭嘴！我怎么会有你这废物弟弟啊？把手机找出来。你哪位啊？我是来找朋友的。朋友？哪一楼啊4楼刘珊珊。刘珊珊哦。嗯。哦。不好意思啊。哎，记得关门啊。哦，抱歉抱歉。哥，上去了。他们俩居然是兄弟关系。兄弟？果然。现在就看他跟林水木认不认识。喂，阿武，你查到林水木在哪了吗？哎，连芬，知道。你上次叫我帮你查那个网友 Jason IP 位置，我现在已经查到了，这是他的地址。
在松山区。是他。你可以装作不认识我，这样他们就查不到你这边来啊。你假高嘞！我哪是无叫嚣，被人抓把你倒沙缸的。他回来了，在门口。Jason， 我请她接受做我的女朋友。哎呦，那当然好啊，100%同意啊。阿丽，不好意思，警察办案。在追捕的过程中遭胸前击伤，很不幸伤势过重身亡。你不是说大风出差吗？如果我们再碰到一次，我觉得你会记得过去的日子。